情绪不是怪兽，是你内心想说的话。中午晚上 Jason 走进家门，妻子只说了一句：你又加班啊。他火气瞬间上来：我加班是为了谁？你以为我想啊？气氛瞬间降到冰点。接下来的晚上一语不发， Jason 坐在沙发上，脸臭到不行，但心里却其实很委屈。他不是故意晚回来，他只是压力太大，太累了。他想要一个谢谢你辛苦了，却收到了质疑与冷语。你也许听过这样的情境，也许你就正在经历，明明是想被理解，说出口却变成你怎么这样说话，明明是我很在意你，表现出来却是不耐烦、冷漠、暴怒。情绪像极了一只失控的怪兽，突然扑出来，让场面难堪，让关系破裂，让人事后后悔莫及。但你知道吗？情绪其实不是怪兽，而是你内心想说的话，只是他说话的方式不太一样。我们都以为自己很理性，其实只是很压抑。很多人以为控制情绪就是成熟，尤其是在工作场合、家庭关系里，我们常说不要情绪化，理性一点，你这样太情绪勒索了。于是我们学会了把眼泪吞下去，把怒火藏起来，把所有的不舒服包装成没关系，表面看起来好像稳定了，实际上却像一个压力锅，气越积越多，直到某一天，因为一句小话，一个眼神，整锅汤就炸了。真正的问题不是情绪太多，而是情绪一直没被听懂。我们用理性把情绪打包封印，结果里面的声音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扭曲。想象一下，你有一个国小生的孩子回家对你吼，你根本不爱我，你会怎么回应？生气地说你太不懂事了，还是会停下来想他是不是今天在学校受了什么委屈？孩子的吼叫常常背后是你今天没有看我一眼，我以为你不爱我了。其实大人也一样，当一个人说你根本不懂我，他真正想说的是我觉得被忽略了，你每次都这样。他真正的意思是我希望这次你能不一样，我不想讲了。背后可能是我讲过很多次，但你都没在听。情绪不是要打你，是要你听他说话，只是他不会说的那么有条理，他用的是比较剧烈、比较不讨喜的方式来发声。3种怪兽情绪的真心话。1. 愤怒，我有一条被踩到的界限。安琪是个温柔又配合度高的员工，但他发现每次老板临时加工作给他，他都会不自觉地怒火中烧。有一天，他在会议室里突然暴走，我不是你唯一的员工好吗？事后他很后悔，但也震惊自己怎么会这样。其实他的怒气不是无理取闹，而是他的底线被踩到了很多次。那份怒气在说，我一直都在忍，我其实不想再当那个永远说好的人。怒气不是敌人，它只是你内心的界限在发出警报。2. 焦虑，我怕失控，怕没人接住我。里奥每次要做简报就开始焦躁，反复改投影片到凌晨。他不是没准备好，而是永远觉得不够好。他说，我就是怕出错，怕被批评，怕被觉得很弱。焦虑的情绪其实在说，我需要一点宝藏，我想知道，就算我没那么完美，也还是值得被接纳。焦虑不是弱点，而是一种渴望被看见与被支持的心声。3. 悲伤，
我有个失落，没人知道。米雪刚升上主管，表面风光，却在某天深夜一边洗碗一边掉眼泪。没人知道她其实刚刚被老同事嘲讽说：“你就靠运气吧。”她没有回嘴，只是笑笑，但内心却像被打了一拳。她的眼泪在说：“我一直都很努力，但没人知道我多想证明自己。”悲伤常常藏在沉默里，它不是脆弱，而是你心里有个角落在喊：“我还在痛。”你不理解的情绪，其实在守护你。很多人说我的情绪很糟，我想改掉，但如果我们改的是错的方向，怎么改也会走不出来。情绪不是来妨碍你，而是来保护你。就像身体的疼痛告诉你这里受伤了，情绪是在告诉你，你有个需要没被满足，你有个界限被侵犯，你有个渴望被忽略了。你越想压抑它，它就越吵；你越愿意听它说话，它就愿意平静下来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从压制情绪转为理解情绪，因为情绪不是敌人，是信差。如何听懂情绪真心话？你不用成为心理学家，只要愿意这样问自己：我现在这个情绪是不是有话没说出来？我在气什么？背后是因为我在意什么？我焦虑的是什么事失控？我怕的是什么？我为什么这么难过？是什么对我很重要的东西掉了？这些问题不会马上有答案，但它会让你慢慢找到内心真正想说的话。情绪扫雷的黄金句：你不是坏掉了，而是你在发讯号。最后你要记得，情绪不是你坏掉的证明，而是你内在发出的求救讯号。当你哭、怒、焦躁的时候，不代表你情绪失控，而是你终于开始听见自己。情绪不是要你被牵着走，而是要你学会与自己和解。不是压下去，不是转移注意力，不是转念就好，而是你愿意停下来，拍拍自己，问一句：我是不是有点委屈了？我是不是很努力在撑了？我是不是其实也想被抱一抱？这样就够了。这就是情绪扫雷的开始。结语：当你愿意听，情绪就会温柔。下次当你的情绪像怪兽一样冲出来，别急着抓它压它，请你先做一件事，坐下来问问他你想说什么。你会发现这只看似凶猛的怪兽，其实只是你心里那个很想被理解的小孩。